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那么下面又到了大家测的首发开箱时间。本次我们带来的就是 vivo 的 X90系列。你可以看到全新的配色都在这里，选择哪一个？看完今天的视频你就有数了。咱们抓紧开始。vivo 的 X 系列呢是影像旗舰啊，我们在包装上面呢可以看出它的质感很出色。在外包装这里边呢有升级之后的这种原厂的封贴啊，直接撕开，避免二次封装的风险。X90 的亮色阴刻 logo 和蔡司的标志，盒子外边呢是这种荔枝皮的纹理的风格啊，摸起来还是特别的舒适。超级厚的盒子啊，这一看就是花了钱的。slogan 蔡司影像超越想象，拿起手机本体啊还是有一定重量的，一会儿咱们再看。拿起衬板，再到下方我们可以看到配件的部分，充电器、数据线、卡针、保护壳、本体、纸片的部分。这边是120瓦的充电器，接口部分呢是 Type-C 的接口啊，输出功率呢这边最大是20伏6安。现在120瓦的充电器做的也是越来越小了，和1-2年前的65瓦充电器相比也差不多大小。数据线长度呢90厘米的双 C 口数据线，保护壳。听一下内部凸点的声音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外边是光滑的。来看一下产品本身了。你可以看到整台机器啊是比较修长的啊，拿在手里呢是比较舒适的。在侧边呢弧度比较明显，通过光线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原厂呢是有贴膜，居中的开孔位置，单手握持的时候呢是比较舒适的，它不是那种比较宽的机型。整机呢在大曲面的情况下收窄了许多。重点我们来瞧一下这次的背面设计。哇哦！在背面设计的部分呢，这边我先不做任何的评价啊，大家可以看第一印象，满分100分，你来打一个分数。好，那我们来瞧一下整个背面的设计啊，应该说是颇有辨识度的。首先呢，在镜头组这边呢是环形，中间4个孔位，当然是3镜头组外加激光传感器，构成呢4个圆圈的部分。这边呢是纵向排布的3个补光灯，在下方呢是蔡司的 logo， 在这边。缎带的部分啊，我一开始看渲染图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是这种金属的缎带，但实际上拿在实机的时候，我们通过灯光映衬，你能够看得出来呢，它是这种类似陶瓷质感的，就是那种非常细密质感。在上方呢，还有专属的影像 slogan 啊，应该说整个这个背板呢，有点雍容华贵的感觉啊，颇为复古。背部的这个颜色，那这是华夏红，我个人感觉它有一点点类似我们这种古建筑当中这种经典的朱红色的配色。那这个华夏红呢，配合蔡司的小蓝标啊，应该说整个背板在颜色方面呢是相得益彰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字符这边它都是纵向排布的啊，但其实呢，在镜头的这个位置呢，它做了一个横向的 slogan 啊，以及参数这个部分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横向握持过来啊，它有一点点类似我们去握持相机的感觉，好像我们在拿着一个相机的样子。我们很多传统的大的卡片相机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样一个背板的设计呢，通过文字以及 logo 的横向、纵向的排布呢，实现一个横向握持和纵向握持都可以比较好的呈现的一个效果。在素皮边缘和边框啊，高亮边框中间的这个位置，还有一条额外的高亮的边框。一般来说的话呢，在其他机型在这个衔接区域，通常采用的是这种缓震的BM 区域这种但是呢，可能会对颜值有一些影响。那 vivo 这一次呢，采用了一个高亮的边缘的这个区域啊，等于说这个细节部分呢，和其他的机型有很大的差别。好，除此之外呢，在镜头圈的这个位置啊，同样采用了华夏红的一个金属的圆圈的装饰啊，整个这个背板应该说是细节满满。中间这个位置呢还有梯星啊，注意啊，这个不是一个仅仅的名称。梯星镜头呢可以很大程度上去削减我们在夜间啊比较难处理的鬼影的问题。那过去几年我们看到 vivo 的蔡司联合研发的情况下，它在夜景抗眩光的能力方面啊，确实是业界独一档的。看完背板，我们再来看一下边框的部分啊。首先呢是高亮的金属边框，天线的条带的部分啊，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金属的边框呢，经过了特殊工艺的处理啊，整个的这个边框部分的高亮质感啊，就和我们旁边缎带的这个感觉很像，做出了有一点点类似陶瓷的感觉。相对于传统的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磨砂或者是高亮的金属边框呢，又进行了工艺上的升级。另外呢，在顶部啊做了一个直边的小设计，这边呢还有红外线的接口，可以接驳更多的智能家居设备。除此之外呢，就是电源和音量按
按键的部分啊，做了一个下凹的小凹槽，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下摁的时候啊，有更长的键程，同时在侧边使用的时候又不会有太多的凸起。最后呢，就是底部了啊，那这边呢是我们熟悉的一些接口啊，这里需要注意 SIM 卡槽的孔位和旁边这是麦克风的孔位，在我们插的时候啊，一定要插这一侧。我们打开 SIM 卡槽看一下。不愧是蓝厂是吧？连这个 SIM 卡槽里面呢都有一圈蓝色的保护条。另外，在 SIM 卡槽上面呢有卡1、卡2的标识，同时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类似物理弹簧的装置，保证我们的 SIM 卡的一个稳固。198克啊，这个重量控制的是刚刚好。刚才我们说过了，整机感觉呢是比较的修长的啊，而从背面呢，因为有缎带的设计啊，实际上它的视觉感觉呢就没有那么长。另外，在重量部分呢，控制在200克以下，也是比较舒适的。那最后我们掏一下保护壳。啊，这样的话当然就没有这种素皮的纹理了啊，不过感觉上面也相差不大，在侧边位置呢变成有这种果冻的感觉。最后满分100分啊，对于这次 vivo X90影像旗舰机型啊，那么它的外观设计部分。好，那既然来到我们大家测的节目啊，就不能让你错过所有的颜色了啊。下面我们开的是这个黑色的配色，前面都一样，不多过多赘述，直接来看背面。哦。这个质感同样是不错的。需要说明，黑色背板呢，这里边是一个玻璃的磨砂材质，听声音你能听得出来，玻璃再加上这边陶瓷质感的缎带和边框组合，我个人觉得可以用硬朗2个字来形容，应该说颜值不俗。最后一台就是很多人期待的蓝色版本，重点来看背面。这个风格变化非常大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版本和这边红色以及黑色2台机器的版本相比较起来，这个差别特别大，感觉它的是充满活力的这个风格啊。2台机器，这2台啊机器背板呢都是这种玻璃再加金属陶瓷质感的这个风格组成的。这3台机器呢不仅换了颜色啊，材质风格上面呢也完完全全给人不同的感觉。来吧，同学们，你们更喜欢哪一个风格？从左到右，1、2、3，看一下同学们，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一个配色？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我平时不带壳不贴膜的情况下，我恐怕会选择这个黑色的版本啊，因为它看起来啊就比较抗造一点点。但其实呢，这边的素皮的版本它也是有很强的一个抗污能力啊。其实过去几年的 vivo 的 X 系列的几台素皮的机型，我们长期使用之后呢，背板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至于这边这一台呢，当然是你喜欢这种有活力的风格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一台了。vivo 这边呢，还是希望照顾到更多的用户，还保留了有一段时间很多机型采用的3段式。OK， 我们进入到了 Origin OS 3这样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由于正面呢是比较大的一个曲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它边框的部分啊，左右呢是收窄居中的挖孔的部分。整个 Origin OS 操作系统的风格呢，就是色彩比较亮丽，比较明快。我们看到所有的图标呢会有单独的配色，而且呢每一个图标呢会有这种渐变色的设计。一共18个第三方程序，在我们以往测试的手机当中算是中等。屏幕分辨率呢2档，默认2400乘以1080，还有高分辨率2800乘以1260。刷新率部分呢60/120，智能切换。屏幕部分呢是很多同学所关心的啊，这次呢采用了咱们国内京东方的屏幕。好，那我们放大来看像素啊，非常的明显，采用的是类钻石啊，或者说钻石类型的排列，它在像素的形状方面有所调整。那总体来说呢，是一个类似菱形的这样一个整体设计。声音部分我们听一下。好，那立体声扬声器没有问题啊，下方声音略大，那整体是有比较明显的环绕感觉。触感反馈方面呢，也可以自己去调节。X 轴线形码打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好，那指纹录入区啊偏下方啊，大概在这个位置。好，2D 面部识别快速的录入，挡住嘴巴啊，模拟我们平常戴口罩的样子。好，还是可以解锁。那我们继续遮挡大部分的面部，觉得可以解锁打个1啊，觉得解不了锁打一盖。看一下本次 vivo 它的一个面部识别的调节策略。首先呢，我们点亮，仍旧是可以解锁的。面部呢一直遮挡到了鼻梁上方，它仍旧是可以解锁的。来看一下拍照部分的一个性能，我们点开拍照，首先呢背部先说明啊3镜头组4摄的设计。录像方面呢，最高支持到4K 60，以往很多有用的功能，比如说这个提词器啊，这些都是 vivo Origin OS 操作系统里边所自带的。5000万像素的支持，
除此之外呢，在影像部分还引入了不少的新功能啊，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有意思的多机位功能，在这里啊，我们点开更多，点开多机位，添加机位，可以选择另外一台 vivo 的 X90的手机。同时开启之后呢，这会就提示你旁边发现一台机器，我们点击连接，允许连接。现在呢，两台机器就已经连接在一起了。我们呢把它放在不同的角度。我这个手机的话呢，镜头当然是拍这个包装盒的，但是呢，我同样作为主的导演机位啊，我还可以调用旁边的一个摄像头啊，就是这边的这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恰好录向我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同一个画面呢，同时切换两个镜头。快门可以控制所有机位和当前机位，摁一下子快门。两台机器呢可以同一个时间来进行拍照。那接下来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多机位的录像功能。我们切换过来之后啊，可以同时点击录像。此时呢，你就可以一台机器去录制产品，而另外一台机器呢，比如说录制主持人，就好像我们在多机位去拍摄电影的感觉一样。好，那本次呢在性能方面呢 ，vivo 这边是首发天玑9200。在内存方面呢，是融合内存啊，12+8G 的一个组合，对于目前绝大多数的应用来说，那可以说是绰绰有余。除此之外呢，就是 vivo 最近几年一直在着力去研发的自研芯片，那这次呢已经升级到了自研芯片 V2，在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它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画面的实时预览，以及最终成像的效果的加强。那今年呢，也是 vivo X 系列的10周年的纪念啊。可以看到 X 系列呢，应该说是每一年都是上了一个台阶啊，在设计方面确实可以提升整个系列的一个档次啊，这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之前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这边拿出来之前的 X80啊，你可以看到之前的 X80的风格方面呢，整体是比较鲜亮活泼的啊，在配色方面呢是这种高饱和度，十分的鲜艳。而今年我们看到 X90的风格上面呢，特别是这两台机器啊，是这种低调内敛的风格啊，只有这个蓝色的话呢是比较活泼的感觉，但是和之前 X80系列呢还都是有比较明显差别的。而在设计风格方面和设计理念上面呢，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啊。那之前呢采用的是一个外方内圆的设计，而这一次呢采用的是这种缎带听部的设计。那之前呢是通过矩形结构啊将上下来做一个区分啊，这一次呢是通过缎带的结构将上下的镜头部分和下方的握持区域呢做了一个区分，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好了，那我们一起快速看了 vivo X90全系列3种配色的一个开箱，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配色啊？首先我自己觉得在设计方面呢是有传承，但是也有升级，特别是在配色方面呢变得更加庄重一点，也更有质感了。首发的天玑9200呢，也让我们对于它后续的性能表现充满了期待啊！别着急，我们在科技美学的频道呢会为你进行详细的测试，请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视频。你还希望看到它和谁做对比呢？也欢迎大家留言，我们都会一并为你带来。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关于新品开箱，关注我们的大家测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